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来开箱这个，其实我已经开过，这是 Photo Gear 出的 Retro Camera Kit。那这个是给 iPhone 16 Pro Max 用的一个手机摄影壳。对啊，当初这个出的时候，我真的觉得蛮惊艳的。这其实已经是我2个月前首发1000位的购买，那时候就买。用了一阵子，我到现在才来开箱这样子。那他们其实这个我真的也是蛮惊艳。当初他们一发布，然后过了1个月，那时候2月底吧，2月中才就发了，也是速度蛮快的。对啊，真的是现在中国设计的速度跟质感真的是做得蛮不错。这样一整套的一个 Camera Key for iPhone 16 Pro Max。这样，其实他们连说明书都做得蛮不错的，对啊，然后中英文都有，这个真的是蛮用心的，在1个月内就这样弄出来，真的蛮佩服他们团队的。对，然后其实我已经看过了给大家看一下吧，还有一些摄影明信片，对，真的是做的蛮有质感的，他们这个方面还真的是蛮用心的。对，然后就是一个这样子的手机壳，它这个是钛金色的，对，然后偏皮质是配钛金色，然后加一个这个 camera key 可以锁上去，大概装给大家看这样子。然后它整个包装设计我真的是觉得蛮不错的，对，整个一整体系。然后该给的都有给，就这个比较难拿出来。对，然后这是后面的贝壳套加在手戴壳子上的，然后连闪光灯架都有，然后连挂绳都有，我还没拆，这是新的，短的挂绳跟背带都有，对，真的是蛮不错的，看一下吧。对，这是长挂绳，然后还有一个短挂绳，对，好，然后也有再附一个磁吸的滤镜架，对，然后待会来说说我的一些使用感想，一个简单开箱，对，好，来装给大家看。其实所有的配件都这样子，然后我大概装给大家看。然后这个Photo Gear 的 Retro DNF 复古手机壳，当初买是899人民币，大概现在台币是3760，美金124块左右。说贵也不太贵，但说不便宜其实也是不便宜。但是以这样多功能手机壳，我是觉得超值啦。以它的做工而言，我装给大家看它怎么装，其实有点复杂。变成说你装了以后要拆下来，也是要花一点时间。变成先拆这个壳，上面把它拆掉。它是用滚珠卡榫把它卡住了，对。然后先套上去，我这已经绑了，还要绑带，然后再一样套上去，然后就一个简易的手机壳。那其实是蛮重的，对啊，这样加起来，如果不加这些最基本的套子，这样就318克，对，是有点重量。对，如果拆掉壳子的话，原本手机是238克，对，然后
这些壳子就100多颗，会多少影响原本的重？因为 iPhone 16 Pro Max 原本就重，对，然后如果再加上这个跟这个的话，又多了168克，少这个的话154克，对，然后装给大家看。这是最基本的版本，这样子，整个质感其实真的蛮不错的。整个皮加钛金属颜色，这个很像 Contax G1、G2 的颜色。对，如果玩复古相机，知道我在讲什么。Contax 最有名的自动相机之一 ，Contax G1、G2 的颜色几乎也是这个颜色。对，然后我换上它最重要的 Camera Kit DNF。然后这个是把它卡进去的，这边一个卡榫，一个卡榫，一个卡榫，然后往右卡住就中。然后它这个有快门键、光圈的设定，然后变焦的设定这样子。然后它是要按这个快门键3秒亮绿灯，然后连接蓝牙。连接蓝牙，我这边已经连了，对，第一次要连一下，然后去开它的 Photo Gear， 它就会出现这个 APP 已完成，可以设置，然后可以设置办案快门，然后拨杆是连续变焦，也可以设其他的，曝光补偿、画面比例这样，可以自己制定，它这个真的是蛮不错的。然后是照预设的，旋转按钮1就曝光补偿，然后旋转按钮2就切换滤镜，然后拨杆就变焦，然后半按快门、全按快门就这个，对，它这边都说明的蛮不错的，对啊。好，我说错了，是拨按跟连续对焦，好。完成，然后我现在就可以光圈、曝光补偿，对，然后快门，然后对齐变焦。它变焦稍微有点慢了，对啊，就可以接受。其实有时候是用按的还比较快，对，变焦这个稍微慢了一点，然后你用这样拨还比较快。然后这个就是可以切它里面不一样的风格，对，它这个 APP 真的厉害，超多摄影风格、底片风格可以玩的，这真的是蛮强的。啊，等于真的就是一个相机，然后你要手感更好的话，就装上这个。就跟一个相机差不多。对啊，变焦、摄影风格，然后可以卡日光灯、闪光灯，
长亮灯，只要是闪光灯接口可以。然后这边滤镜是 C 的，然后可以在卡它有出一些镜头 ，Photogea 有出一些镜头可以卡上去。对，它整体的质感是真的相当不错，但我现在就开始说缺点了。我现在就要开始说一些它这个 Retro DNF 的一些缺点了。第一个就我刚才提的重量。原本手机已经200多克，再加这个将近400克，2倍的重量，这个真的有时候挂在脖子上要捡，真的蛮重的。对，就等于一台400克跟一台 Sony 的相机将近了。Sony 相机大概都450克上下，再加镜头50克到100克，只有600多克。其实这400克是有点重量。对，然后第二个问题，宽度，它这个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它就是变成说一定要装这2个模块。对，因为有时候我手算很大了，那女生的手真的会觉得这个太宽了，变得有点宽，有时候不是很好用。虽然它有这个把手，对啊，想说它下一代可不可以改进？不要这个东西，这样子我觉得是比较可以接受范围，可以直接就卡上去，对啊，希望它下一代可以设定，对啊，其实应该是可以的，就改个模组而已，对啊，这个问题我觉得也是，因为它再加这一块真的有点太宽了，真的不是很合适，对，真的。这一点希望他们下次团队可以想一下，看有没有办法改进。然后这个，对啊，其实也是一个 bug。我觉得它这个卡的设计有时候不是很好卡，对啊，然后有时候不小心碰到会往这边碰的话就掉了。这个设计，然后对啊，希望可以解。还有这2个地方有色差，你们仔细看的话知道有色差，这比较偏亮面，这比较偏暗面，对啊。一个是钛金色，一个是钨金色，对，有差一点点，所以变得也是有点奇怪，对啊，希望他们下次有机会可以改进。但瑕不掩瑜啦，这个手柄还是真的蛮不错的，对啊。然后它的蓝牙对焦速度，其实我真的觉得蛮不错的，对啊，很有相机的仪式感。对，然后他们这个 APP 真的，他们团队真的超强，做了非常多的功能，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玩。然后也可以拍 RAW、烧录 RAW，几乎所有专业的，然后码率都有，就跟 Black Camera 差不多了，对啊。跟 Blackmagic Camera 差不多了，那其实也是可以用，不然啊，但是呢，有些功能就不能用，只有对焦可以用。因为毕竟它是原生要适配他们家自己的 APP， 对啊。但是真的，我是觉得它这样子3000多，将近4000多台币，美金120块，人民币899的价格，我是真的觉得可以接受了，对啊。只是希望他们下一代这个部分可以改进一下。好，一个简单分享，谢谢大家，下次见。